懒人非常适用的一个投资法——阿甘投资法。懒人投资定期定额，然后长期的复利，更多时间花在投资自己的身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要分享一本投资启蒙书，对我来讲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。那这本书呢，它就叫做《阿甘投资法》。那它这个投资法呢，它上面是写不看盘，然后不选股，不挑买点，也能稳稳赚。这个投资法呢，也是懒人非常适用的一个投资法。那这支影片我会分享我在里面学到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心得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下去哦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那我们就继续吧。那这本书呢，我是在2020年购入的，记得那个时候是在疫情的期间，是我妹先买这本书，然后她推荐给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看。它会叫做阿甘投资法，是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《阿甘正传》。那这个投资法呢，它运用了《阿甘正传》里面的阿甘的特质，单纯、专注，然后持之以恒去做这件事情。那简单来说呢，它阿甘投资法呢，就是选定一个标的，那这个标的呢，通常是市值型的 ETF， 或者是说大盘定期定额的买入。那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持之以恒做这件事情。那等一下我会详细的做介绍，我觉得非常适合，比如说你是忙碌的上班族啊，或是你是一个忙碌的父母，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。其实买这本书之前呢，我就有开始执行这个策略，不过我那时候是买台股的部分，是买台股的0050。那时候呢，就是让我存到了一笔钱，虽然这笔钱没有到很多，但是呢，让我可以去欧洲当背包客1个月去旅行。那到现在我回想起来，都觉得非常感恩有那一趟旅行。现在很多人讲到 FIRE 嘛。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， 那大家都想要提早退休，但是我觉得退休呢不是我们最首要的目的，而是投资这件事情呢，让我们能够累积资产，让我们能够去执行我们的一些梦想、一些目标。那我觉得这才是首要的目的。那我来讲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好了。这本书的作者呢，他叫做缺佑尚。缺佑尚老师呢，他是美国佑尚成长基金经理人暨总经理，然后是佑尚财经学院的创办人。他有超过3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，也是知名的财经作家，还有投资教育讲师。那他所推广的阿甘投资法呢，都是在宣传一个理念。懒人投资定期定额，然后长期的复利，不去预测买点，不去预测市场，然后稳定的投入这件事情。除了出版这本阿甘投资法以外，他还有出版你没有学到的资产配置，巴菲特默默在做的事，还有为什么你的退休金只有别人的一半等书籍。那接下来我就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怎么样打造自己的阿甘投资的系统。那阿甘投资的系统呢，它所投资的项目呢，都是指数型的 ETF 或是大盘。我先讲就是为什么不去投资个股好了。如果投资个股呢，通常要做非常多的功课，像是你一定要了解这间公司的产品是什么，你要了解它的上下游，你要了解它的这个产业链，你要做完整的产业分析，你才能去精准的把你的资金投在哪一个公司。那有时候甚至你认为这个公司状况很好，可是它的市场的预期反应却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市场真的是非常难预测。所以呢，标的都是以这些市值型的 ETF 为主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先了解我们可以投资的金额有多少，就是扣除你的消费啊，你的储蓄。我觉得你不用想说我要很多钱才能投资，我觉得现在投资的工具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像我那天打开那个证券的 App， 最低你100元你就可以做投资了，差不多一餐的钱，可以厘清说每个月要投入多少钱。因为刚开始我投入的时候呢，也是从每个月3000块开始做投入，你就可以先想一下你所投入的金额可以有多少放在投资的金额。那再来呢，就是选定标的，然后定期定额的买入。那选定标的呢，在这本书里面呢，它所介绍的标的呢，台股的话呢，就会以0050为
基础。美股的话呢，就会以标普500来做投资。这些标的我等一下会介绍说它是怎么样的 ETF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投资这件事情自动化，也就是定期定额这件事情。就是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，选定这些标的，然后做定期定额，看你每个月要投资多少。为什么不人为去操作呢？因为呢，人为操作会有很多你心理的因素，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股票都在跌了，那我还要买吗？或者是说，现在股票涨很多了，我要追高吗？但事实上呢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，什么时候是高点。因为像我刚开始投资0050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大家都说0050已经很高了，不要再投入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市场真的是难以预测的。你认为的高点呢，可能在未来它可能是低点。就是我听过一句话，最好的投资时间其实就是现在，现在就开始把你的资金做分配，然后定期定额的买入，一定要做定期定额的这件事情，整个自动化。因为这样自动化，你就会持续的把这些钱放在你的证券户里面去做累积。因为我常常就是会忘记去看这些资产，也是会有人分享，其实最赚的股票就是你忘记的那一只股票。定期定额就是让我们消除这些人为的因素，不断的持续的去买进。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坚持持续的买进。阿甘投资法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难就是难在于没有办法坚持这件事情，因为呢，它没有办法让你马上就致富。刚开始我每个月定期定额投入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会想说，我投这样钱，我才买个这么少的股数，我要买到什么时候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就是每一分钱都是有它的效益存在，你投入的每一分钱都会在未来给你相当的回报，所以就是持续的做这一件事情。那当然就是你要定期去盘点一下你的资产，比如说你可以1年检视一次，或是每季检视一次。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薪资增加的时候啊，可以考虑就是定期定额的金额再把它拉高。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呢是2020年左右，这中间呢其实又发生了非常多事情，包括疫情啊、AI 的崛起，还有最近的美国关税的事情。最近邱上老师呢有开列了一堂关于阿甘投资法的线上课程，它叫做阿甘投资法陪跑课。里面呢，他会把这些阿甘投资法的精髓教给大家，那也会针对这些时事做一些探讨，让你不用选股，不用看买点，打造你的稳定的投资的方式。中间呢，也会有一些直播的 Q&A， 所以可以亲自的在上面问问题。那也会有相关的社团在上面可以跟大家讨论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那输入我的折扣码 CHU 就可以折200块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看一下。在美股的部分，投资市值型的 ETF 呢，在书中有提到投资标普500。什么是标普500呢？标普500是美国标准普尔公司所编制的一个股票市场的指数，英文呢就是 S&P 500。标普500呢，它是美国市值最大、最具有代表性的500间公司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投资标普500，那就是等于说你买下美国500大家公司的股票。在书中提到的 VOO 就是 Vanguard 这个发行公司所推出的 ETF。除了 VOO 以外呢，投资标普500的 ETF 还有 SPY、IVV。这三者大致上有什么差异呢？它在管理费，其中呢 VOO 跟 IVV 它的管理费是比较低的，是0.03%。截至2024年底 ，VOO 它的资产规模其实已经高于 SPY 了。那 SPY 是比较老牌的 ETF， 是最早发行推出追踪标普500的 ETF。投资这个 ETF 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替换掉公司，而且管理费用非常非常的低，只有0.03% 而已。而且你只要投资这个 ETF， 你就不用去看标的，因为它都帮你选好了。那在书中呢，有提到一个图表的验证，就是我们可以不用看盘，不用选股，看买点。在里面呢提到说，我们在2000年到2019年这20年当中，每年都投入$5000，投入20年，我们会在最好的时间点进场，或是最坏的时间点进场。最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我每次都买到最低点，我非常非常的幸运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最坏的时间点，就是我每次买的时候都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投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
图表。那如果我在最坏的时间进场，我在20年后我投入的10万会来到了26万美元左右。如果我在最好的时间点进场，也就是说每次买都买到最低点，我的账户的价值呢会来到34万元。也就是说，我在这20年中，我不用去看买点，不用看我要在哪个点进入，都是可以的。这20年来呢，遇到2次股灾，一次是2000年的股灾，第二次是2008年的股灾，仍然可以有26万美元到34万美元的账户价值。所以一直就是说，我们不用去看买点，不用去猜说什么时候是高点，什么时候是低点，只要每次花10分钟去设定这件定期定额的这件事就好，不管是每个月啊，或是每年都可以。那台股的部分呢，适合这个阿甘投资法呢，其实也是适合的哦。台股的阿甘投资法就是投资0050或是006208，这2个呢就是追踪台湾50指数，就是一次投入台湾50间最大的公司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验证，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 VOO 是投资2000年到2019年，那一样我们也是投资台湾50指数，每年呢投入15万元，我们也是在最坏跟最好的时间点进场。那最坏的时间呢，就是我们每次都买到最高点，然后每年投入15万元。那15万元20年后，我投入累积的金额是300万元。最后的账户价值呢是454万元。如果我都在最好的时机进场，也就是说我每次都买到最低点，在2000年呢到2019年这之间呢，也是经过了2次的股灾。最好的时间点进场，我的账户价值会来到676万元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在20年间进场，不看买点，不挑时间，我的账户价值原本是300万，会来到454万到676万之间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阿甘投资法，让我们的资产去稳定的做成长。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方式呢，就是你台股跟美股都可以做一些搭配，就是说你可以算比例，一半投在美股，一半投在台股。因为呢，我觉得可以台股跟美股做搭配。那台股的话，就是你的资金可能会比较好运用，因为在台湾做投资嘛。但是我觉得美国，如果你是申请美国的证券商的话，你可能需要把钱汇回来。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市场呢，也是一个蛮不可忽略的一部分，因为像我们身边常用的产品啊，像你的苹果手机，或者是说 Google、Amazon 或是 Meta， 都是蛮重要的公司。那这些公司呢，都有含在标普500里面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台股跟美股做一些搭配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有一个阿甘投资的进阶法。我觉得呢，你可以一部分的金额放在定期定额，那如果你行有余力呢，再来做这个进阶的投资法。它比较是像是比较短期操作的概念，它依据的概念呢是依据国发会所推出的景气对策信号，那它总共分为5个灯号：蓝灯、黄蓝灯、绿灯、黄红灯跟红灯。然后越往蓝灯的方向走呢，就是经济比较不景气的状态；那越往红灯走呢，就是景气比较好的状态。它有分为2种模式和2种策略。2种模式呢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看到蓝灯或是黄蓝灯，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，那你就开始进场。那2种策略呢，就是你可以分5次买入跟10次买入。你可以在蓝灯的时候进场，分5次或10次买入；那在黄蓝灯的时候进场，分5次或是10次买入。等到绿灯的时候呢，你就停止做买入的策略。等到黄红灯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把你的资金分3次来做卖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在2000年到2019年，它的出场的绩效最好的呢，来到217%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想要短期上面做操作的话呢，就可以采用这个模式。但是我自己目前呢，还是就是只有使用定期定额的策略，因为我在投资上面呢，我是比较属于懒人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行有余力，你可以去观察这些灯号来做这些操作。那为什么会说这是适合懒人投资的方式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操作简单，你不需要频繁的调整，因为你就是投资指数嘛，那它都帮你选好你要哪些股票了，就是一次都投资市值型最大的公司。我觉得省下来时间呢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你想要完成的梦想，你的目标，更多时间花在投资自己的身上。那第二个就是呢，你不用专业知识也就可以开始。那常常会有人想说啊，我一定要做非常多的功课，做了非常
万全的准备，去看很多资料，我才能做投资。当然，投资一定是要花时间做钻研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用阿甘投资法，把你的投资的金额放在这些指数上面呢，你就是把这些钱投在这世界上最有名的500大家公司，或是台湾最大的50间公司里面。再来就是抗波动，心态稳定，因为常常我们会受到大盘啊，或是股票的涨跌的影响，然后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会开始焦虑。如果你相信市场都是一样往上的话，那你使用阿甘投资法，你就不会受到这些情绪所影响。再来，时间复利的力量。那爱因斯坦说，复利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。阿甘投资法呢，它需要的是坚持，它需要长时间的等待，真的是要非常有耐性，你才能得到丰硕的果实。所以呢，如果使用阿甘投资法的人呢，要持续的坚持下去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可以让你快速致富的方法。再来就是避开人性的陷阱。那使用阿甘投资法呢，你不用情绪化去解决，因为你已经把这项操作自动化了，所以呢，你就不会想要在高点的时候再追高，或者说你就不会再额外花心思去想说我要买在什么样的时间点，因为这件事情你已经自动化的去帮你做好了。那书的最后一部分呢，主要是缺右上老师他会写给他的一些朋友啊，或是他的亲戚的一些信。那其中一封信呢，我非常喜欢，他说找到热情更容易获得成就。他说，如果你想要获得工作的快乐，你的职业一定要跟你的兴趣和热情结合，这样才能可以享受工作，还有乐在其中。在这些投资的过程当中呢，省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发掘我们的兴趣，找到我们的兴趣所在，把这些热情投注在里面，我们就能更乐在其中。那你只要在阿甘投资法设定好这个航道呢，就是剩下的就把未来交给时间。我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书本跟课程到底差在哪里。这个书本呢，主要会分享阿甘投资法的一些理论，课程呢，它会带你去看一些案例，去实际去讲这些案例，也会有专门的老师替你解惑。课程当中也有 Q&A 的直播，所以你有什么任何想问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上面做询问。再来呢，课程也会结合一些时事，像是0050跟0056要怎么选，还有之前很红的00940是不是可以赢过0050啊？然后美股标普500还有0050的差异，还有遇到股市震荡我们遇到的心法，在课程里面都会提到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来看看这个阿甘投资法陪跑课，让7周的时间呢，让你学习到这套系统。你也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 CHU 就可以再折200块。我觉得阿甘投资法呢，它的精髓呢就在于自动化这个概念，就是你只要设定好这个系统，自动化的帮你去运行，选好了这些市值型的标的，默默的运行了10年或是20年。那透过阿甘投资法呢，这些省去决策的时间呢，这些时间呢，我们可以用来精进我们自己，或者说完成我们的梦想，完成我们的目标。透过阿甘投资法的这些获利，让我们去执行我们一直想要的目标。那我觉得这套投资的方法呢，是让你不用一直每天都在操心的一个投资的方式。希望镜头前的各位呢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。那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那我是 Emily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